1937年10月初，淞沪会战进入白热化阶段，中国军队的防线逐渐向运枣帮一带收缩，各地援军相继奔赴前线，用热血抵御日军攻势。10月6日，上海端午寺附近的公路上，一支身着单衣的部队正赶赴前线，他们的步枪是20世纪20年代的汉阳造，部分枪托已开裂，背包里装着炒米、咸菜等干粮，脚上的布鞋沾满污泥。这是杨森率领的川军第20军。这支部队从四川步行1个多月才抵达上海。此时，端午寺战斗正激烈，日军第9师团士兵躲在碉堡内用重机枪扫射，中国军队的进攻屡次被打退。杨森望着阵地对士兵们说：“咱们川军来上海，就是为了打鬼子，今天就算死在这，也不能丢四川人的脸。”当天下午，川军发起进攻，日军未料到会突然出现一支穿单衣的部队，一时慌乱，前沿阵地被川军冲垮。但很快，日军调来重炮与迫击炮，对着川军阵地猛轰。杨森立即下令趁日军调整装备时冲锋，川军士兵端着刺刀，高呼杀鬼子，冲向日军阵地。双方在战壕内展开白刃战，川军大刀比日军刺刀更长，一番血战迫使日军撤退。然而日军退至安全距离后再度炮击，川军反复冲锋4、5次，才最终守住端午寺阵地。至10月16日，原本8000人的川军第20军已伤亡殆尽，仅剩数百人。川军之后，桂军精锐也驰跃而来。10月中旬，姚磊率领的桂军第21集团军抵达运枣帮南岸，下辖第7军与第48军，士兵多为能打硬仗的广西子弟。为配合桂军反攻，蒋介石调来了第2、3、4师16炮兵团及中央炮兵学校训练队，集中了当时前线几乎所有炮兵力量。桂军刚发起进攻，便遭遇日军第3师团，日军火炮密度远超预期，炮弹如雨点般落在桂军阵地。10月22日，双方展开对攻，桂军士兵冒着炮火冲锋，运枣帮河水被鲜血染红。23日，日军竟使用黄绿色毒气攻击桂军阵地，士兵们没有防毒面具，只能用毛巾蘸水捂住口鼻，仍有大量人员倒下。第7军510旅旅长庞汉珍见士兵被毒气熏倒，抓起步枪冲锋，未跑几步便被日军子弹击中牺牲。511旅旅长秦林也在冲锋中殉国，二人成为淞沪会战中第5、6位殉国的将军。桂军虽重创日军第9师团，自身也伤亡惨重，被迫转入防守。与此同时，湘军陶峙岳率领的第8师也在运枣帮一带血战，该部装备比川军更差，使用的步枪更为老旧，且无重武器，却硬生生阻击日军4天。8000人的部队最终仅剩700人。师长陶峙岳向上级发电请求补充弹药，还能打，请再给我们派点弹药。但上级考虑到部队已濒临覆灭，只能下令撤退。在运枣帮、走马塘一带，中国军队每日伤亡接近5000人，换算下来每小时有208人倒下，每分钟就有3人牺牲。士兵们踏上战场便知可能活不过当天，有的在冲锋前将家书交给战友托付，要是我死了，帮我寄回家。有的中弹后仍爬向日军阵地，用最后一起扔出一颗手榴弹。10月下旬，运枣帮防线愈发危急，日军增援不断抵达，中国军队伤亡持续扩大。蒋介石深知必须守住上海市区西大门大厂，大厂卡在京沪铁路线上，一旦失守，日军可直接攻入上海市区，还会切断中国军队补给线。但此时前线兵力已极度匮乏，桂军、川军、湘军均遭重创，中央军德协师也伤亡过半，只能依靠临时调来的部队防守。10月26日，日军第3、9、101师团将大厂团团围住，决定淞沪会战命运的大厂保卫战打响。日军从清晨开始进攻，先用飞机轰炸，军舰炮击，再派坦克冲锋。中国军队士兵躲在临时工事内，用步枪和手榴弹还击。部分工事被坦克碾平后，士兵们便抱着炸药包钻到坦克底下与敌人同归于尽。日军占领部分街道后，士兵们又从房屋中冲出，用刺刀将敌人赶退。战斗持续3天，大厂镇沦为一片焦土，中国军队伤亡不断增加，最终无力抵挡。10月29日，大厂陷落。大厂失守后，上海市区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。蒋介石下令国军主力撤至苏州和南岸以避日军锋芒，但他随后改变主意，决定留一支部队在闸北驻守四行仓库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抗日决心，实则希望通过这场战斗争取即将召开的9国会议支持。四行仓库是上海4家银行的总部大楼，高6层，墙厚1米多，还带有地下室，是天然的防御堡垒。更重要的是，仓库紧邻外国租界，英美法记者可亲眼见证战斗。
88师师长孙元良坚决反对这一决定。现在留一支部队在闸北就是送命，但蒋介石态度坚决，孙元良只能妥协，最终决定留下一个加强营。524团副团长谢晋元主动请战，率领452名士兵进驻四行仓库，为迷惑日军，对外号称800壮士。10月27日，日军发现四行仓库内的中国军队后，立即发起进攻。谢晋元早已做好准备，仓库窗户被封堵，仅留射击孔，地下室被改造成医院救治伤员。士兵们分成小组在各楼层布防。日军第一次进攻很快被打退，留下数十具尸体。接下来4天里，日军先后发起6次进攻，动用重炮轰击、坦克冲锋，甚至派遣敢死队爬墙，均被800壮士击退。仓库外的上海市民隔着苏州河为士兵们呐喊助威，部分市民还冒着炮火将馒头、饮用水扔过河去。租界内的外国记者用相机记录下战斗场景，将800壮士的事迹传遍全世界。10月30日，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，撤入租界。此时四行仓库已濒临断粮断水，士兵们伤亡37人。谢晋元望着身边的士兵与远处的日军阵地，咬牙下令撤退。当800壮士撤入租界时，上海市民夹道欢迎，有人哭着高呼谢谢你们，却无人知晓这些士兵即将面临更凄惨的结局。四行仓库战斗结束后，上海的危机并未解除，日军已渡过苏州河向市区推进。更危险的是，日军另一支部队已在金山卫登陆，正从南边包抄中国军队。此前的有序撤退，很快将演变为一场溃退。